這是一間連老鼠都害怕的房子，只要在裡面住上1天就能赢到1萬美刀。地板上是黏糊糊的胶水，冰箱裡的食物也可以拉絲，就連天花板都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，所有看到的一切都被涂滿了胶水。这麼魔性的房子，小伙能挑戰成功嗎？猴子看着陌生的房间，小手碰到的地方都是胶水，不但很黏，脚下还很滑，他只能一直移动保持平衡，這要是摔倒了，一身的猴毛可就保不住了。1個小時後，猴子打開冰箱找點吃的，裡面的食物也被塗上了膠水，好不容易拿出來1瓶油，再拿出1瓶可樂，手套就被粘壞了，這也太黏了，想喝可樂是不可能了。猴子準備做點飯吃，意外找到了備用的手套，他把食用油打開，只要塗在手上面，就能隔離開膠水，雙手果然舒服多了。他找到1顆雞蛋，把它粘在天花板上，下面再放一個平底鍋，不用雙手也可以開雞蛋了。雖然看着好玩，但這肯定不能吃，就連桌子上的水果也被灑滿了膠水。節目組告訴他，只要玩1次平衡板就能拿到食物，平常很容易完成的動作，在這裡竟然這麼難做。猴子試了好幾次都沒能站上去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先把2隻腳放上去，再慢慢站起來，果然成功了。猴子得到了美味的食物，手上沾滿了膠水，還是直接上嘴巴。廁所裡面也有膠水，只是這紙巾應該怎麼用呢？吃飽喝足以後，猴子準備看會書，貼在牆上正好解放了雙手，就連灌籃的時候都不用擔心球會找不到。這麼黏的牆壁能不能粘住人呢？猴子自娛自樂玩得很開心，他把能扔的東西都粘在了牆上，竟然莫名的很解壓。再來一個俯臥撐，把他累得不行，衣服差點沒粘掉，實在太累了。剩下的時間他準備躺在沙發上，但是躺下容易起來難，算了，還是躺着吧。很快1天的時間結束了，這麼難的挑戰，猴子竟然成功了。封閉的大門打開，猴子激動地哭了，估計他再也不想看到膠水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讓你待在膠水房子裡，你最想幹什麼呢？這2個大小不一的箱子裡有2個人，誰先逃出來就會拿到10萬美金。大叔選擇了小箱子，黃毛選擇了大箱子。大箱子4周都是鐵皮，且只有1個窗口，外面還纏上了鐵鏈。小箱子4周則是木板，大叔在裡面轉個身都很困難。挑戰開始，主持人轉動羅盤為他們選擇了第1個工具，是2把鋸子。小箱子用小的，大箱子用大的。大叔看了一下鋸子，上面的齒痕來劃木板應該不錯。大叔試着來回滑動，真的劃出了一條深縫。再看黃毛那裡，這種鋸子滑動鐵皮時，只能留下刺耳的噪音，並沒有損壞一點。急得黃毛在裡面亂敲，外面的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。然後又轉動了羅盤，為他們選擇了第2個工具，是2把撬棍，還是一樣。大叔用小的，黃毛用大的。黃毛拿到撬棍以後，直接放進2片鐵皮的中間，使勁撬那塊連接起來的鐵皮。他一使勁，真的撬掉了1顆螺絲，然後他挨着螺絲開始往下撬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連接的那塊鐵皮終於被他撬了下來。黃毛笑出了豬叫聲，接着他又開始去撬那塊大鐵皮。再看大叔這邊，他拿着撬棍在找撬點，小箱子的邊緣沒有一點縫隙，他還是覺得從劃出來的身縫裡找突破口。他把撬棍塞進縫隙裡，試着撬了幾下，真的撬掉了1塊碎片。大叔很開心，繼續在老地方接着撬，又撬掉一大塊，但是木板的外面是一層鐵皮。大叔沒有停止，幾次發力以後，很快撬開了一個大缺口。再看黃毛那邊，那塊大鐵皮還是紋絲不動。外面的主持人已經為他們選擇了新工具，是2把鉗子。但是黃毛拿到鉗子以後卻丟在了地上，他還是覺得撬棍比較好用。他在鐵皮的周圍撬了個遍，終於可以將鐵皮撐起。然而大鐵皮的外面則是木板。黃毛用撬棍繼續撬，鏡頭回到大叔這裡，他用鉗子撕掉了一小塊鐵皮，然後配合着撬棍使用，終於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。這時主持人又為他們選擇了新工具，是2把錘子。大叔用小的，黃毛用大的。大叔拿到錘子以後，開始使勁砸鐵皮，再用撬棍撬開一個口，然後用鉗子撕掉周圍的鐵皮，通往外面的出口就出來了。但是外面還有很多鐵鏈和繩子，大叔決定先用鉗子夾斷周圍的鐵絲網，然後再用鋸子鋸斷鐵鏈和繩子。繩子很輕易就斷了，但是鐵鏈卻沒有一點損壞。他又繼續用錘子。再看黃毛這邊，外面的一層木板已經出現了縫隙，然後用撬棍破壞掉上面的加固螺絲，接着用腳撐住木板。這時一個大缺口出現了，他試着往前移動，慢慢從缺口處鑽了出來。黃毛成功逃脫了，而大叔現在卻只露出一個頭。恭喜黃毛挑戰成功。如果是你，會選擇大箱子還是小箱子呢？下一個100萬挑戰，從100層厚紙板裡逃脫。3個人同時藏起來，只要最後一個被找到，就可以贏得5萬獎金。隱藏的方式自由發揮。大叔決定藏在沙發裡，黃毛決定扮成假人模特，而老李則選擇與大地融為一體。藏身時間只有半個小時。老李找到一件棕色衣服，然後噴上膠水，
再均勻的撒上些泥土，一件隱藏的衣服就做好了。再看大叔，竟然拆開了家裡的沙發，然後在坐墊上挖開一個口子，他把頭塞進去試了一下，大小正好合適，然後再把抱枕割開一個洞。做完這一步，他躺在沙發上，讓工作人員幫他整理好偽裝現場，接着再套上這個藍色的抱枕。還有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要把臉塗成和抱枕一樣的顏色。這一波操作下來，讓大叔很自信，情不自禁給自己打了滿分。再看黃毛這邊，已經穿上了假人模特的衣服，不得不說黃毛太有才了。當他不動時，和那些假人模特一模一樣，讓人很難發現。再看老李，已經把自己埋進了土裡，為了更加逼真，還特意在臉上撒了些泥土。三個人都已藏好。這邊的尋找人員大鬍子也收到了指令，他徑直來到了房間，開始仔細的尋找，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。大叔和黃毛兩個人還在低聲聊着天，老李竟然在外面睡起了覺。看到大叔的表情，忽然想起一個動畫人物，你知道是誰嗎？大鬍子找了半天，在經過沙發時，拿掉上面的抱枕，竟然發現了一隻手，然後他趕緊去抓那隻手，直到把沙發推倒，才發現了大叔。他成功抓到一人，接着向黃毛那邊走去。他翻了翻黃毛下面的箱子，又翻了翻黃毛上面的箱子，就是沒有發現黃毛。在找了一遍後，竟然離開了這裡。睡了一覺的老李醒來，發現周圍一點聲音也沒有。難道比賽結束了，把他忘記了嗎？當他喃喃自語時，忽然聽到了聲音，原來是大鬍子來到了外面。他找了下草叢，又找了下樹林，在老李的頭上經過了2次，都沒有發現他。在找了一圈無果後，他又火速跑回了房子裡，決定再仔細找一遍。很快來到假人模特那裡，挨個摸了一遍後，又摸了一下黃毛，這才發現了偽裝的黃毛。這時助手提供了一條線索，最後一人在外面。然後大鬍子趕緊跑到外面，仔細的尋找着。在上坡途中，忽然發現了埋在土裡的老李。堅持到最後的老李贏得了比賽。如果是你，你會裝扮成什麼呢？500斤的糖果中藏着一顆大鑽石，只要在1小時之內找到它，就能把鑽石帶回家。使用的工具只有一把鑿子。3個人輪流去開大糖果，把掉落的渣渣裝進木匣子裡。每次裝滿都會獲得新工具，一個人負責砸，2個人負責撿。很快木匣子就裝滿了一半。主持人拿來一把小刀，而他們卻想要掌櫃裡的大刀。主持人告訴他們，打開更多的糖果你才会得到它。他們只能繼續開採。時間過去了5分鐘，這麼大的糖果幾乎沒有縮小，但是嘎嘣脆的渣渣一直在掉落。他們不停地收集，眼看就要裝滿了。老王趕緊再添一塊。這次的工具有2個選擇，一邊是3把錘子，一邊是1把榔頭。他們果斷選擇了3把錘子，拿到手裡才發現竟然是橡膠錘，砸在糖果上就像在按摩。3個人朝着同一個目標發力，結果也是一樣的白搭。而主持人卻把木匣子換成了新的，洞口也變成了小的，大塊的糖果是進不去了，他們只能砸得碎一些。小黑砸碎糖果，老王和大壮2人往裡面裝，橡膠錘子幾乎一點作用也沒有，他們只能撿一些地上的渣渣，東拼西湊，終於把木匣子裝滿了。這次的新工具是1把榔頭，鐵榔頭果然很好使，差一點把撿糖果的小黑砸懵了，估計是他太黑了，大壯還以為是巧克力呢。時間過去了15分鐘，大糖果的邊緣被砸開了很多，他們又裝滿了一個木匣子，新工具就藏在保險箱裡，想拿到只能去開保險箱。鐵質的大門非常結實，他們使勁砸都砸不開。大壯很快想到，可以用榔頭的羊角撬開鐵皮，周圍的釘子釘得很結實。大壯別開上下幾顆釘子，把鐵皮砸扁，裡面是一層木板，還好不是很厚。大壯很快就砸開一個洞口，老王的小手伸進去，拿出來一個鐵疙瘩，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砸在糖果上還挺好使，碎塊嘩嘩的往下掉，必須加工碎一些才能裝進木匣子裡。時間還剩下30分鐘，大糖果被砸開了1/5。等木匣子裝滿，主持人又拿來了新工具，糖果做的手套。用糖果砸糖果，你是在比誰更甜嗎？家伙看着是很大，卻起不到什麼作用，很輕易就被用壞了。而主持人卻一點也不心疼，看來他是故意拖延時間。但是靠着撿地上的碎屑，他們再次裝滿了木匣子。新工具是一個棒球棍，大壯只砸了一下，雙手就被震得發麻。老王接過來繼續砸，大壯只能去裝木匣子。3個人的完美合作，很快又裝滿了木匣子。這次的工具是1把镐頭，用來開採糖果特別好使。時間還剩下20分鐘，大壯和小黑輪流去砸，老王馬不停蹄地收集碎屑。時間已經不多了，他希望可以拿到更厲害的工具。只剩下15分鐘了，木匣子再次装滿，主持人拿来了雷神的錘子，大壯竟然拿不動，老王很輕易就舉了起来。怎麼還挑人呢？原來錘子是假的。接下來主持人讓他們自己選工具，小木牌滾到哪裡就選哪個。老王的運氣不太好，他選到了橡膠錘，小黑選到了大錘子，大壯選到了鐵疙瘩。老王決定收集碎屑，讓小黑和大壯2人砸糖果。
時間在1分1秒的消失。小黑使出了全力，糖果被砸開了一半，老王也裝滿了木匣子，工具立馬升級了。他戴上頭盔，揮舞着手中的大斧子，一邊錘子一邊斧子，大壯顯得格格不入。老王見狀，直接砸開了展櫃，拿出裡面的雙刀。大壯又恢復了自信，地上掉落的糖果越來越多。3個人一起去裝木匣子，果然人多力量大，他們很快就装滿了。這次的工具是一把大鎬頭，拿到了趁手的工具，大壯更加賣力了。但是时間只剩下2分鐘了，糖果被砸開了一大半，還沒有找到鑽石，他們能挑戰成功嗎？3個人輪流去砸，一刻也沒有停歇。時間只剩下1分鐘了，大壯的鎬頭垂直往下砸，只聽見嘣的一聲，他砸到了玻璃蓋子，掀開一看，露出了裡面的大鑽石。他們挑戰成功了，找到了大鑽石，3個人將一起平分獎勵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什麼工具才能快速打開呢？3噸的混凝土裡有一顆大鑽石，誰先拿到它就有100萬獎金。這裡面還有很多小鑽石，一個藍色的重量有1克，一個綠色的有5克，一個紅色的有10克。收集到的鑽石到達一定重量時，可以購買新的工具。這次節目組只做了2塊混凝土，介於2個人的力氣没有1個人的大。大壯選擇自己用1塊，而四眼和老王合用1塊，但是他們的成績是分開的，所以想要拿到100萬獎金還是要靠自己。開局的工具每人1把榔頭，3個人都在圍着石塊的邊緣敲擊，果然有稜角的地方容易破碎。大壯很快得到了4顆藍色鑽石，他趕緊去找主持人兌換，但是主持人告訴他還差1顆，不得已他又回到石塊那，用嘴巴狠狠地咬下來1顆，重量達到5克，他可以兌換新工具了。大壯選擇了棒球棍，主持人告訴他，鑽石的重量是累積的，但是你必須得到1顆綠鑽石才可以解鎖下一個工具。大壯拿着棒球棍使勁砸向石塊，大壯試了幾次，那棒球棍沒有一點破壞力，還是選擇了接着用榔頭。這時老王也前來購買新工具，主持人扔掉損壞的藍鑽石，正好還剩下5顆。老王說想要那個鐵球，主持人拿給了他。這時四眼也跑了過來，丟進去2顆，主持人又給他拿了出來，他又放了進去。好吧，先存在這裡，但你還差3顆才能解鎖新工具。然後四眼趕緊回去敲擊石塊，四眼拿着榔頭使勁敲打石塊，很快拿到了3顆藍鑽石，加上之前的2顆，他也可以兌換新工具了。四眼說想要鐵球，老王只好讓他先用。他拿着鐵球就開始砸石塊，再試了幾次後，真的砸掉了一大塊，還得到了1顆綠鑽石。他趕緊拿到主持人那，重量達到10克，可以兌換新工具了。他選擇了1把斧子，然後接着用斧子砍石塊。老王也學着四眼用鐵球撞擊石塊，來回幾次，他也拿到了1個綠鑽石，兌換了新工具斧子。他在邊緣砍來砍去，又發現了1顆綠鑽石，於是他拿起斧子和榔頭一起敲擊石塊，不一會就拿到了第2顆綠鑽石。但他並不能解鎖新工具，因為沒有到達25克，他需要繼續努力。這邊大壯也拿到了斧子，並且還發現了1顆紅色鑽石，他在邊緣小心翼翼地敲打，並不想弄壞這第1顆紅色鑽石。眼看露出的地方越來越多，大壯加快了速度，很快就拿出了那顆紅色鑽石，再加上1顆綠鑽石，讓他成功解鎖了新工具。大壯選擇了重達20磅的大錘子，連主持人都表示這也太重了。大壯拿到斧子之後更加的賣力，一把使下去，竟然得到了2顆綠鑽石。大壯決定加快速度。看到大壯解鎖了新工具，四眼也着急了，他用斧子使勁敲打石塊，也拿到了3顆綠鑽石，重量一下達到25克，也解鎖了新工具。他選擇了1把鎬頭，一鎬頭下去，碎塊到處飛，一不小心竟然砸碎了1顆紅寶石，連主持人都覺得可惜。再看大壯這邊，他已經使出了洪荒之力，那大錘子一下也沒有停歇，很快又得到2顆鑽石，再拿到1顆紅鑽石，就可以解鎖最後的工具。他接着敲打石塊，就那麼幾下又得到1顆紅鑽石，而且完好無損，重量一下達到了50克，解鎖了新工具電鑽。有了這個神器，看來答案很快揭曉。再看四眼那邊，看到大壯在使用電鑽，已經顧不得再分你我了。他們決定一起拿鑽石，2個人也很快達到了50克，他們也選擇用電鑽。介於2人都有電鑽的使用權，所以每人只能使用1分鐘。輪到老王使用電鑽了，現在開始不再尋找小鑽石，他們的目標只有那顆大鑽石。很快1分鐘時間一到，電鑽又再一次回到了大壯手裡。大壯的蠻力在這一刻派上了大用場，他用電鑽把周圍的混凝土弄掉，不一會的時間就成功拿到了那顆大鑽石。早就告訴四眼他們，2個人的力氣哪有1個人的大，他們非不聽。恭喜大壯贏得了100萬大獎。如果是你，你會選擇用什麼工具呢？用1個小時把房子改造成10個隱形的密室，誰能躲過偵探的搜捕就能贏到獎金。房子很大，可以任意改造，
只要你不說我不说，誰能猜到墙裡面還可以別有洞天？首次的遊戲地點設在6000多平的大別墅裡，大膽試想一下，如果是你會在哪裡建造密室呢？5個人分散找尋位置，喬治掃了一眼洗手間，準備在鏡子後面建造密室。沒想到鏡子竟然是軟的，還是去樓上看看吧。發現一個狗窩還挺合適，如果能搬出去放在泳池裡，肯定讓人找不到。沒想到他的老腰竟然是硬的，或許旁邊的壁爐是個好地方。他打算拆下來躺進去。老大建議他不要冒險，這個壁爐價值2萬美金，是不是有點得不償失？好像有點道理，但是關我何事？另一邊的肖恩已經鑽進了通風口裡，他的身材瘦小，但還是卡在裡面不能動彈。看來這裡不是個好地方，於是他轉身就跑到了室外，準備在樹上搭建一個密室。但是這麼高怎麼爬上去？這不是有梯子嗎？他迅速搬走了別人的梯子，完全沒有聽到阿偉的叫聲。聰明的老二在查看房子的藍圖時，發現客廳下面是空的。他用電鑽打開一個小孔，確實有些空間，只要在地板上切開入口，上面放一張大床掩蓋它，肯定沒人能發現。說幹就幹，哥哥老大也找到一面空心的牆壁，如果要藏在裡面，他需要一個合適的衣櫃掩蓋，於是趕緊下單買了一個大衣櫃。接下來他要把牆壁打穿，按照衣櫃的尺寸切割出口，完美銜接，讓密室更加隱形。只要把衣櫃的後壁還原，誰能知道這裡面還別有洞天？肖恩的書屋行不通，但他發現樓梯下面的儲藏室可以藏人，只要把木門貼上瓷磚，就能偽裝成一面白牆。這個地方簡直不要太完美。而喬治準備在更衣室隔開一個房間，中間貼一個雙面鏡，再覆蓋一層單面的鏡紙，他可以在裡面看外面，而外面看不到裡面，好像很牛逼的樣子。能不能躲過偵探的眼睛啊？老二的地板終於切開了，下面的空間很大，他就差一些道具裝飾密室了。倒霉的阿偉還在房頂上吊着，終於他堅持不住跳了下來。這個隱形的紙箱看着不錯，他趕緊鑽了進去。攝影師告訴他好像不怎麼隱身，阿偉很生氣，他在房頂上浪費了太多時間。之前聽房東說這裡有一間現成的密室，裡面東西齊全，還挺舒服。他決定坐享其成，就躲在這裡。外面的貨架擺上零食，只要偵探和房東不認識這裡，就不會被發現。他們都改造好了自己的小窩，一邊比賽的同時還能一邊享受。偵探也準時到達現場。這一場貓和老鼠的抓捕比賽，誰能笑到最後呢？偵探已經開始了行動，1個小時的時間找到5個人，他就能拿到1萬美金。時間緊迫，獎金誘人，偵探不想浪費時間，看到可疑的地方就把它夷為平地。在他眼皮底下藏人，屬實有點嚇人。偵探注意到客廳裡擺放着一張床，掀開一看什麼也沒有，轉身去了別處。下面的老二鬆了一口氣。偵探在廚房裡翻箱倒櫃，突然看見裝滿零食的櫃子，後面的阿偉還以為露餡了，沒想到他只是看到了喜歡吃的零食。牆上的大眼狗很是可疑，後面還有被凿過的痕迹。他向攝影師借一把錘子，我哪有什麼錘子，我看你就像個錘子。偵探下手也太狠了，他拍打着樓梯走上2樓，這裡的家具也沒能幸免，他砸來砸去浪費了10分鐘的時間，而肖恩卻偷偷跑了出來。原來他發現門上的瓷磚掉了一塊，必須去廚房找一塊補上去，還好有隱身盾牌防身，等他拿到之後折回去時，偵探正好從旁邊經過，他不得不躲在隱身盾牌的後面避一避。廚房的櫃子裡塞滿了很多海洋球，這讓着急的偵探更加憤怒。肖恩趁機趕緊溜走，在他到來之前補上瓷磚藏進密室。千鈞一髮之際，還是出現了紕漏，密室的門沒有關嚴。肖恩被第一個找到了，時間還剩下28分鐘，他決定樓上樓下再找一遍。當經過老大的衣櫃時，愣是一點也沒發現蹤跡。更衣室的櫃體很長，他拍打着找來找去，最後拿出小刷子採取指紋，櫃子上沒有指紋，倒是後面的鏡子上密密麻麻全都是。經驗告訴他這可能是個雙面鏡，只要把燈關掉就能看到裡面的人。如他所願，喬治像個受驚的孩子一樣躲了起來。偵探找到了2個人，時間還剩下23分鐘。他突然發現之前放零食的櫃子消失了，原来是阿偉貪吃改變了櫃子的方向。偵探嘗試用東西打開密室，開關肯定就在門的附近。他又找到了阿偉，只剩下2個人了，時間還剩下15分鐘。偌大的房子連個蚊子都沒有，卻安了很多個攝像頭，還有這凌亂的線頭越扯越長，一直延續到床下面。難道這裡面有人？偵探粗魯地掀開大床，在地毯下面果然找到了老二，裡面被他設計得很精致。直到老二提醒他只剩下6分鐘了，偵探才捨得離開。幾分鐘的時間能不能找到老大呢？偵探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忽然膀胱一掃，看見了電腦上購買的衣櫃，好像和楼上看到的一樣。他徑直衝向目標，牆壁竟然是空的，衣櫃後面肯定藏着人。他自信地踹開密室，人呢？跑哪去了？等等，遊戲機的下面還有一個洞口，
他鑽進去，一路向前，一直跑到了出口。老大五人就在上面等着他，找到你了，獎金是我的了。而老大卻告訴他已經超過了5分鐘，肯定是房子太大了，時間不夠用。這一次節目組把遊戲地點縮小了10倍，挑戰的5人也變得更加聰明。喬治打算藏進洗衣機裡，這麼大的體格也裝不下呀。於是他想到一個更好的主意，用膠帶把身體粘在門上面，他只要不出聲就沒有人會發現。但是膠帶承受不住壓力開始斷裂，喬治只能破繭成蝶離開這裡，還是去找其他地方吧。而黃毛提前查看過房子的藍圖，發現浴缸下面竟然是空的，他準備拿掉浴缸藏進去，一個人也抬不動，只能找來同伴幫忙。黃毛一腳踹開底部，下面空間還不小，他可以建造一間舒適的密室。黃衣服大叔體型龐大，小空間根本容不下他，於是他決定用一間房子來藏身，果斷拆掉了儲物間的大門，再放一個書架掩蓋痕跡。消失的房間誰能找到呢？接下來他要把密室打造成野生動物園。小美發現樓梯下面的牆壁是空心的，她拿起錘子就開始砸。牆壁不厚，但她幾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氣，裡面很適合做密室，只要在外面貼一張大照片就能完美掩蓋。為了安全起見，小美特地在裡面加上了一把鎖。接下來她要把密室变成公主房。阿偉看到嵌入式的大冰箱有了好主意，他把冰箱拉出來一截，裡面還有些空間，只要把冰箱打通就能藏在裡面瞒天過海。冰涼的密室如果打造成冬季仙境豈不美哉？說幹就幹。喬治找到一間空蕩的房間，裡面沒有東西也不會引人注意，他決定藏進天花板裡，上面空間不大，但是藏個人還綽綽有餘，只是來回上下有點麻煩。喬治使出畢生所學，準備打造一個電梯，讓密室不僅隱蔽還更加安全。另一邊的黃毛已經刷好了油漆，接下來他要用頭像做背景，臉部做地毯，自認為舒適的密室大功告成。他能騙過偵探的眼睛嗎？大叔所謂的野生動物園只有一隻變色龍和小金魚，他認為這些就夠了。外面的書架一定要擺放好，不能讓偵探發現端倪。小美的公主房也差不多了，只要再加些裝飾品和彩燈，狹小的密室成為了女孩的秘密房間。阿偉快速把冰箱後壁復原，這裡面溫度很低，只要注意保暖就可以了。喬治的電梯已經孵化出來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跟預想的一樣，來回升降很絲滑，外面看隱藏得很好。喬治躲在上面安心布置自己的小窩，殊不知偵探已經悄悄來到了門口。1個小時找到5人，獎金就歸他所有。這個陌生的房子他並不熟悉，但是找人的方式卻是隨心所欲。他從浴室裡出來，完全沒有看一眼不尋常的浴缸。黃毛以為他走遠了。Did you hear that? 誤打誤撞發現了露出一半的冰箱，偵探敏銳地發現這不正常，尤其裡面的食物只擺放在中間的位置。他很快找到了密室的入口，阿偉還沒有待夠呢，就被從裡面揪了出來。偵探快速找到了一個人，他信心倍增，繼續尋找。牆上面有個木箱子，非常可疑，他沒有遲疑，直接打開。原來是水氣球陷阱，偵探被激怒了，他開啟暴躁模式找人。當經過大叔的書架時，上面的擺件有點意思，只是書架擺放的不平穩，還是讓偵探發現了端倪。驚不驚喜，意不意外，大叔也被找到了，還剩下3個人了。喬治吃東西的聲音被偵探聽到了，他耳朵是順風耳嗎？這麼小的聲音也能聽到。偵探來到了喬治的房間，這突兀的電梯設計還是被發現了。他看到藍色的遙控器掛在外邊，你小子還真是個天才。但是百密一疏，還是逃不過偵探的眼睛。只剩下2個人了，他要加快尋找的速度。這裡作為遊戲地點，應該可以隨便找。當他經過樓梯時，也發現了空心的牆壁，他找不到入口，只能徒手撕開這面牆壁。小美逃無可逃，只能乖乖認輸。只剩下黃毛一人了。偵探嗅着味道又來到了浴室，他好像聞到了黃毛的臭味，就是找不到人影。他會藏在哪裡呢？正準備離開時，發現浴缸的聲音不對，梆梆的響聲，裡面難道是空心的？他用力掀開浴缸，發現裡面果然不一樣。這個密室設計的不同尋常，一般人可能永遠也找不到。但是偵探的稱號可不是浪得虛名，他成功找到了所有人。不死心的幾人又回到了大別墅，2位年輕的房東自願成為了尋找者。如果1個小時找不到他們，2位帥氣的房東就要變成大光頭。這個賭注有點狠，但是在自己家裡還能讓猴給耍了。肖恩搬來20個紙板箱，他要在這裡面建造密室，只是目標顯眼，數量太少，還是不夠安全。喬治找到一個儲藏室，只要加一面假牆就能隔開房間，但是裡面非常小，還是不太適合。阿偉發現一面空心的牆壁，他掄起大錘就砸開了入口，裡面空間還不小，他打算搬來一台冰箱掩蓋痕跡。小黑幫他移動到牆邊，才發現根本遮不住破裂的牆壁，還是另尋出路吧。而小黑不挑不揀，隨便一個狗洞就能藏身，他費力搬來一台遊戲機擋住出口，誰會在意一台沒有電的機器呢？接下來他要把狗洞收拾得舒舒服服。肖恩打算藏進天花板裡，但是看到幾隻蜘蛛突然就後悔了，還是不要去冒險了。
他記得房東之前就有一個密室存在，而且還想到一個絕妙的主意，只需要在角落處加一面牆壁，就能把密室變成室中室。他測量一下尺寸，決定用木板做牆壁銜接的天衣無縫，再切開一個入口就能鑽進去了。外面用一幅畫做掩護，他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密室裡面竟然還有密室。喬治發現一整面空心的牆壁，他要用錘子砸開出口，直到砸得手疼也沒能打開。難道不是空心的？但他沒有放棄，繼續砸。終於砸開了口子，剩下的就簡單多了。裡面空間非常大，喬治決定布置成家庭電影院，爆米花機、投影儀，各種電影的海報。屬於自己的秘密房間簡直太棒了。外面他決定用一副大海報遮擋住，但是放的位置有點太突兀，如果在旁邊再貼幾張海報，是不是就正常多了？喬治躲在密室裡自信地等待着。阿偉尋尋覓覓，在室外又找到一面空心的牆壁，他掄起大錘把牆壁打穿。這次的位置相对隱蔽，而且裡面空間很大，他只要在破損的牆壁上增加些綠植就能完美掩蓋。只是孤零零的一片容易讓人懷疑，還是貼滿整牆更加隱蔽。再刷一塊綠色的木板擋住入口，這一大片茂密的綠植，誰能想到裡面會有密室呢？裡面也要布置得絢麗多彩，就算待上一整天也不煩悶。4個人藏好不吱聲，兩位帥氣的房東也開始了搜捕行動。1個小時找不到他們就要被剃成光頭，他們不能浪費時間，決定一起尋找。小蘭發現一面空心的牆壁，她一腳就踹開的大窟窿，但是裡面什麼都沒有。廚房裡的披薩吸引住了小紅，小蘭告訴她這是個陷阱，在浪費我們的時間，不想變光頭就趕緊找人。當路過肖恩的密室時，裡面的紫色燈光很是可疑，難道有人藏在這裡？小蘭仔細找了一遍，沒有發現任何線索。兩人一步去了2樓，肖恩鬆了一口氣。時間過去了15分鐘，紅藍組合沒有找到一個人，卻發現了一間很多零食的房間，趕緊搜刮一下物資，先吃飽了再說。會不會有人藏在房子上面，或者泳池裡呢？不如你跳下去找一找。旱鴨子不會游泳，還是算了。很快他們發現一個鬼屋，裡面的假人模特很是嚇人，沒想到其中一個是真人偽裝的，小蘭差點嚇傻了。時間過去了30分鐘，還是沒有找到人。外面的天色漸漸暗了下來，阿偉密室的燈光卻格外亮眼。掀開這層遮擋的綠植，他們找到了阿偉的密室，終於找到了一個人。時間還剩下23分鐘，樓上樓下再找一遍，時間已經不多了。他們不想被剃成光頭。當經過小黑的密室時，他應該有驚喜，又找到了一個人。時間還剩下15分鐘，他們看着滿牆的電影海報，竟然沒有起疑心。剩餘2個人藏哪去了？房子來回找了好幾遍都沒有找到。小蘭憤怒地揭開牆上的壁畫，突然聯想到之前的密室裡多了一幅壁畫，他決定回去再檢查一遍。看到裡面亮起的燈光，心裡就有了答案。哇，這個地方太棒了，一般人怎麼找得到？只剩下5分鐘了，兩人趕緊樓上楼下再找一遍。他們在着急地找人，小狗也在尋找主人。這不是喬治的狗嗎？只要跟着它不就能找到人了嗎？小狗在房子裡亂跑，甩開2人後又跑到了喬治的門口。没有辦法，喬治只能讓狗也進來密室裡，但是跑野的狗子怎麼憋得住？他不停地扒着門縫，喬治怎麼勸也不聽，很快就引起了房東的注意。小蘭敲打着這面空心的牆壁，大海報晃晃悠悠的沒有固定在牆上，難道他藏在裡面？終於找到了喬治，但是時間已經超出了2分鐘，準備變成光頭吧。千鈞一髮之際，小紅建議他換個懲罰方式，畢竟頭髮比臉還重要。那你把頭髮染成紅色。小紅崩潰的想哭，但是願賭服輸，小紅從頭紅到了腳趾頭，紅的人如其名。難度升級，遊戲繼續，換個房子繼續鑿。這次改造的密室更加隱形，4個人開始尋找藏身的地方。這個房子又大又高，小胖決定藏在床下面、電視裡、鏡子後面。你這是要藏身還是要拆家？那天花板上呢？黃毛騎着小胖往上爬，上面黑漆漆的，不會有阿飄吧？黃毛膽子很小，差點嚇哭。阿偉找到了下水道的蓋子，他試着鑽進去，裡面陰嗖嗖的讓人很害怕。突然出現一隻蜘蛛寶寶，讓他徹底死心，還是另尋他地吧。小胖來到廚房找吃的，忽然想到冰箱裡或許是個好地方，只要把它移動到儲物間，就能一邊藏身一邊吃飯。這個想法讓他精神大振，毫不費力地推動冰箱，準備在裡面切開一個窗口。這樣的隱藏密室誰能找得到？小胖忙得不亦樂乎，而阿偉卻很心疼。你說切就切，我以後用什麼？小胖許下承諾，贏到獎金以後賠你一個新的。阿偉只好妥協了，他找到一把鋸子，開始切割冰箱。黃毛在路過樓梯時，發現下面是空的，這裡是個隱藏的好地方。他拿着電鋸就開始切割，裡面空間很大，完全可以容納一個人。他找來一些必需品布置一下密室，最重要的是要把樓梯復原，這樣才不會露餡。
冬梅決定反其道而行，既然你們都藏在屋裡，那我就藏在外面。他找到一個大紙箱，把它放在綠植的後面，再用草坪全部覆蓋住，上面搭一些綠植修飾，他的隱藏密室就做好了。冬梅在裡面放了一些墊子和彩燈，就算長時間的等待也不會難受。阿偉決定藏在廢棄的壁爐裡，只要放個電視循環播放就不會讓人發現。我還真是個天才，電視的尺寸也剛剛好。他找到火焰的視頻全屏播放，旁邊再放一些工具演示，如此的逼真，一般人肯定找不到。他躲進壁爐裡安心等待。阿偉終於藏好了，小胖的冰箱已經切開，他蜷縮着身體鑽進去，裡面的空間很大，現在只要把冰箱復原就能大功告成了。小胖也藏好了，大偵探的車子已經來到了门口，黃毛大喊一聲，趕緊鑽進了密室裡。尋找的時間只有1個小時，每找到一人他就能拿到1000美金。大偵探的脾氣暴躁，下手狠毒，4個人窩在窩裡不敢發出聲音。他楼上楼下找了一遍，敏銳地發現冰箱的位置不对，明顯被人移動過，難道裡面有人？冰箱後壁的裂縫成為了顯眼包，大偵探找到了小胖，輕鬆拿到了1000美金。下次能不能把痕跡蓋一蓋？小胖尷尬的無言以對。為了拖延時間，他故意告訴偵探上面有人。等他上去以後，冬梅趁機改變了位置，藏在了沙發下面的密室裡。小兒科的遊戲很快就被識破，偵探不想浪費時間，只能趕緊找人。當他第3次經過樓梯時，終於發現了不對勁，又找到了黃毛，贏到了2000美金。壁爐的視頻還在播放，怎麼突然變成披薩了？廣告加的很不是時候。阿偉成功暴露了，大偵探找到了他，又拿到1000美金。時間只剩下5分鐘了，他去外面找了一圈也沒有找到人，急得偵探想砸牆。阿偉勸他放棄吧，只剩下5秒了，他沒有找到冬梅。恭喜冬梅贏得了比賽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是你會選擇在什麼地方打造你認為安全的密室呢？9歲的小明被關進了積木牢房裡，還給他列出了5大罪狀：吃垃圾食品被關8小時，玩遊戲關起來2小時，飯前不洗手4小時，不寫作業2小時，不做家務8小時。最終決定把他關進積木牢房24小時。小明表示不服氣，你們覺得該不該關他呢？只有完成挑戰才能縮短離開的時間，不然就會在裡面過夜。如果乖乖聽話，那就不是熊孩子了。但是這麼大的小人根本打不開牢房，他又把目標轉向了看門的老王。你這把配槍不錯，能給我看看嗎？沒等老王同意，他就搶了過來，然後威脅老王趕緊放他出去。幸好裡面沒子彈，不然一世英名就要毀在這個毛孩子身上了。老王準備小睡一會，小明趁機去拿他的武器，被驚醒的老王嚇了一激靈。這時白毛走了過來，真是幹啥啥不行，吃飯第一名。小明表示他也想吃，想吃的話自己選擇吧。白毛準備了4種食物，用瓶子滾到哪裡就吃哪個。小明輕輕地鬆開了手，瓶子停在了巧克力蛋旁邊。這運氣也太好了，竟然選到了我喜歡吃的。接着開始第2個挑戰，3種奇怪的食物還有1部手機，如果滾到手機就可以玩上10分鐘，選到奇怪的食物就要塗在臉上。小明決定為了手機拼一下，一口氣把紙筒吹到了蛋黃醬的旁邊，小明只好把它塗在了小臉上。接着開始第2次，還是蛋黃醬，這麼邪門嗎？不服氣的小明開始了第3次，這次終於選到了手機。拿到手機的小明趕緊撥打了報警電話，沒想到接電話的正是老王。搞什麼鬼？這麼近的距離還需要打電話嗎？老王果斷掛斷了電話。剩下的5分鐘，小明決定玩會遊戲，既然跑不掉，還不如放鬆一下嘛。接下來是放風時間，老王把他帶到了後花園，這次他們要比力氣。老王費勁地舉起積木做的槓鈴，展示他強壯的2頭肌。小明很不屑，讓他加上2塊再舉起來。驚人的小力量差點壓死老王，2個人費了好大勁才能搬得動。第3個挑戰是比手速，在巴掌上擠上奶油，手速慢的就會拍在臉上。懲罰也是同樣的方式，2個人同時開始。小明反應很快，只用了3秒就結束了比賽。白毛很茫然，怎麼會輸給一個小孩呢？他也受到了懲罰。玩了這麼久，小明也餓了，他讓老王去拿2片披薩，就會分給他1片。老王覺得很划算，難道一個人吃完它不香嗎？看來老王的想法不一般。吃完之後2個人都睡着了。白毛看到老王在上班時睡覺，決定懲罰一下。除了吃就是睡，你還會幹什麼？白毛決定炒他的魷魚。接着開始第4個挑戰，白毛拿來一個玩具，用手中的鐵環穿過迷宮，如果碰到鐵棍就會發出聲音，每人有3次機會。小明開始嘗試，很快就失去1條生命。真的有這麼難嗎？你們玩過嗎？小明挑戰失敗了，白毛決定懲罰他，往牢房裡扔很難聞的東西，每一次都沒有砸到小明，和他完美的錯過了。這時小明準備打開巧克力蛋飽餐一頓，竟然發現裡面有一個類似小刀的積木，或許這個可以幫他逃出去。他試圖切開牢房的扶手，還真被他切開了。
趕緊爬上去，跳了出來，就在白毛的眼皮子底下逃跑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小明的這些壞習慣你中招了幾個？會被關多久呢？3個人被困在積木牢房裡，只有完成樂高人的挑戰才能獲得自由，不然就會永遠的困在裡面。裡面的床是積木做的，就連馬桶也是積木組裝。3個人既興奮又緊張。這時樂高人老王分給他們8塊積木，讓他們戴上樂高手套搭積木，誰先搭完就能加上1分。3個人趕緊開始搭積木，但是戴上樂高手套也太笨拙了，不管他們怎麼搭都會应声倒下。最後竟然是大偉首先搭好了積木，大偉得到了1分。接着開始第2個挑戰，老王分給他們每人10盒積木，按照多米諾骨牌的方式讓積木倒進盆裡，率先完成的加1分。他們手忙腳亂地開始了布局，大偉和小特幾乎同一時間完成了任務。再仔細一看，大偉竟然作弊了，所以這1分是小特的。老王獎勵他一個漢堡，這也是積木做的，除非是鐵齒銅牙，不然誰能吃得下。第3個挑戰是通過聲音識別積木的數量，按照從小到大的順序排列。他們晃動着每一個盒子，感覺重量差不太多，在老王的催促下，很快就完成了排序。小特挨個打開他的盒子，只錯了1盒，大偉的也是錯了1盒。再看白毛，竟然1盒沒有錯，所以白毛贏得了1分。第4個挑戰是曬襪子，只要把襪子扔到2米之外的杆子上，掛得最多的就能加1分。襪子很輕，杆子很遠，所以他們很難完成。扔來扔去，白毛在最後一只时才掛了上去。小特用力扔到了積木上，老王表示這樣也算。而大偉就比較聰明了，他把襪子的末端打濕，再把2只襪子繫在一起，果然成功扔了上去。看來腦子是個好東西，所以大偉又加上1分。這時老王拿來1箱積木，最短的時間組裝最好看的就能加1分。3個人趕緊撕開了箱子，開始搶零件。小特直接選擇了一個樂高小人。1分鐘後，老王開始驗收作品，白毛拼了一個波波樂，大偉的是簡易版的小黑人。當看到小特的人偶時，老王直接生氣了，你這是剪的现成的，哪裡有什麼創意？所以這一輪白毛贏了，他又加上1分。目前大偉和白毛的分數一樣多，但是不知道會先放了誰。這時白毛想到一個好主意，混亂。等老王趕來時，趁他查看傷勢時，大偉順走了他的鑰匙。這時老王宣布白毛和大偉可以出去了。他們沒想到這麼快，而小特要一直留在這裡。大偉在走的時候丟下了鑰匙，小特很激動，他決定再待個10分鐘離開，就不會引起人的注意。眼看四下無人，小特趕緊打開了牢門，逃跑了。不得不說，小特也太鬼精了。2個小夥被關在積木牢房裡，誰先從裡面逃出來就能贏到獎金，不然就會一直困在裡面。看守的人員是2個女生，她們肆无忌憚地開始砸牆，幸好手上戴着手銬，力氣被限制了5成。熊二威脅他們趕緊打開手銬，大美卻不慌不忙地打開了熊大的手銬。熊大受寵若驚，而熊二卻很鬱悶，難道我長得沒有他帥嗎？這麼偏心。2兄弟無聊地在牢房裡轉起了圈圈。熊二突然肚子餓了，他問有沒有吃的。小美想了一下，應該有，於是拿來了1盒披薩。但是這麼大的披薩盒子裡只有1個辣椒和1口披薩，有吃的就不錯了，你還挑？熊大拿了1根辣椒，也只能吃口這個墊吧墊吧了。熊二一邊吃一邊大叫，就不能給口水喝嗎？大美和小美還真的拿來了水。熊二不敢相信他們會這麼好心，但還是忍不住喝了1口。當聽到水的來源時，熊二差點原地去世。熊大很慶幸自己沒喝，他們也太壞了，這麼小的空間什麼東西都沒有。2個人無聊地躺在地上，大美拿來一些積木讓他們打發時間。你當我們是3歲小孩嗎？誰會無聊到玩積木？熊二忽然想到一個主意，可以把積木當梯子，看能不能爬出去。大美看他戴着手銬不方便，於是扔給熊二1把鑰匙。熊二終於解放了雙手，他們把搭好的積木放在牆邊。熊大踩着積木往上爬，但是那積木一點也不結實。熊二提議可以踩着他的手往上爬，還好熊二很強壯，把熊大拖了上去。眼看着就要自由了，卻驚動了看守人員，熊大再次被抓了。這次他要被帶到更結實的牢房裡。為了防止熊二逃跑，只能給他戴上手銬，但是卻被銬在了欄杆上。2位門衛接到通知，着急的走了。熊二被困在杆子上不能移动，回頭看到了地上的鑰匙，趕緊用腳撿起來，打開了手銬，雙手又一次自由了。他開始撞擊牆壁，沒想到積木做的牢房竟然這麼結實。熊二想不到好辦法，竟然在牢房裡睡着了。一覺醒來就到了晚上，黑漆漆的，一個聲音都沒有。難道他們都走了？熊二很怕黑，他只想趕緊離開這裡，於是用力地踹向積木牆。這次終於踹開了洞口。熊二激動地拆掉積木，洞口越變越大，很快積木牆就分崩離析了。但是熊二還是不解氣，困了他那麼久，他要把這些積木全部拆掉，直到手累了才離開。熊二終於自由了。不得不說，熊二也太聰明了。如果是你，會用什麼方法逃出來呢？積木做的別墅有多舒服，只要完成房東的挑戰就能免費住在裡面，失敗就會被丟進垃圾桶。每個房子裡有10件物品，完不成挑戰就要拿走1件。
剩余物品最多的就能贏到漂亮的積木房。小特選擇了3樓，裡面很乾淨，還有舒適的床墊和枕頭，標配的10件物品可以打發無聊的時間。小特表示很滿意。白毛選擇了2樓，裡面有一張充气床墊，地面上還有很多灰塵，配置的10件物品很簡陋，不過還好，他還有和朋友們的合照陪着他。大偉選擇了1樓，裡面的床墊很小，就連桌子都是紙板做的，還有老款的錄音機和遊戲機，唯一的優點就是不用來回爬楼梯。這時房東拿來一袋食物，從3樓往下派送。小特挑挑揀揀，覺得每一個都很好吃，於是把重複的麥片留給了2樓，只有1包麥片了，白毛也只能吃這個。大偉就倒霉了，到他這裡只剩下一個空袋子。這時老王拿來3塊板子，在上面畫一個長方形，分別交給他們，再來一把螺絲刀，讓他們在安全的前提下各做一個窗戶，誰先做完就能保留物品，其他2人就要拿走1件。3個人很努力，但是螺絲刀也不好使。白毛扎了一圈後，用手撕開了窗戶，率先完成了挑戰，所以大偉和小特失敗了。大偉交出了飞鏢盤，小特拿出一本書，接着開始第2個挑戰。老王給他們每人3張壁紙，只有1張是他喜歡的，誰能猜中就能保留物品。小特覺得老王肯定喜歡綠色的壁紙，於是他把綠色粘在了牆上。大偉覺得他肯定喜歡奢華的壁紙，於是他選擇了黑色的圈圈，而白毛卻認為老王喜歡卡通的。等他們粘好以後，老王也開始了檢查，挨個看了一遍後，他拿出來喜歡的壁紙。大偉很激動，他竟然蒙對了，所以小特和白毛必須拿出1件物品。接下來老王讓他們鄰居之間共同做一個遊戲，1人失敗3人承擔，把裝滿水的杯子從樓下拿到樓上，再拿下來就算完成。說着老王又加上一套茶具，大偉小心地遞給了白毛，明顯重了很多。白毛再把杯子傳給小特，然後再原路返回，杯子沒有掉落。老王再加上一套茶具，3個杯子疊起了罗漢，不但很重，平衡也很難掌握。大偉剛舉起來就失手摔破了一個，他們挑戰失敗了。3個人各拿出1件物品交給了老王。這時白毛和大偉還剩下8件物品，小特只有7個了。老王又拿來3個垃圾桶，每人1袋垃圾，把手裡的垃圾扔進正確的垃圾桶，投進最多的就能保留物品。他們檢查了一下垃圾袋，裡面有塑料、玻璃和壞水果，然後開始分類。這麼遠的距離很難投進去。大偉雖然投進了，但是卻投錯了箱子，連續投了5次。白毛投進去1次，小特投進去2次，大偉投進了3次，但是每次都是錯誤的。垃圾分類錯誤很嚴重，屏幕前的你知道怎麼垃圾分類嗎？老王決定只拿走大偉的物品，接着開始下一個挑戰。老王準備了3杯飲料，等他們蒙上眼睛之後，在一個杯子裡加入辣椒醬，讓他們蒙眼選擇一個喝掉。小特選擇了左邊的杯子，喝了一口就吐了出來，這也太辣了吧。白毛選擇了中間的杯子，嘗了一口才發現裡面有辣椒，但他沒有吐，而是咽了下去。明知道是辣椒，白毛還是捏着鼻子喝完了它。大偉選擇了右邊的杯子，喝了一口也是很辣，但他還是堅持喝完了。答案很明顯，只有小特沒有喝下去，所以他要拿出1件物品。下一個挑戰讓他們做一個人工排水管，桶裡面的水超過1半就算完成。3個人從上到下擺好了渠道，水流順着管道淌進了水桶裡，很快就完成了挑戰。這一次沒有扣分，但是別高興太早，老王又拿來3個懲罰的桶，只有一個最嚴重，如果不幸選中就會直接被淘汰。他們瞬間緊張了。大偉選擇了藍色的，裡面是過期的火腿，老王爽快地倒在了大偉的頭上。白毛選擇了紅色，裡面裝滿了積木，同樣倒在了白毛的頭上。小特選擇了綠色，裡面是半桶粉末，倒在他的頭上，狼煙滾滾。小特嚇壞了，顯然他選中的很嚴厲。老王讓他馬上搬出去，把他丟進了垃圾桶裡，變成了流浪者。老王總結了一下剩下2人的成績，大偉比白毛少了1件，所以大偉也被淘汰了，他也被丟進了垃圾桶，變成了流浪漢。恭喜白毛贏得了積木房子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想住這樣的房子嗎？1000個積木做成的牢房有多結實？但是只要打開它就可以拿到10萬美金。積木的材質就是很厚的硬塑料，而且每塊積木都有鋼棒加固，所以想要打開它並不容易。挑戰時間只有1個小時。大壯身上的鐵鏈有2把鎖，四眼和老王必須光着腳走過鋪滿積木的路面，拿到桌子上的鑰匙，才可以幫助大壯解脫這些鐵鏈。雖然積木割的腳很痛，但是他們還是成功打開了大壯身上的鐵鏈。恢復自由的大壯拿到了第1個工具——鐵球，他往積木牆上扔了幾次，只砸開一條小裂縫，然後換了一把小刀，他狠狠地刺了進去。但是這塑料不但很硬，還很有彈性，並沒有想象中簡單。於是主持人讓他們開始第2個挑戰，只要打破灌滿水泥的積木，拿到裡面的鑰匙就可以解鎖新工具。四眼和老王2人1人1塊，他們使勁砸了幾次，那灌滿水泥的積木又重又硬，他們又合力去砸1塊積木，很快水泥積木便分成了小塊，然後他們再挨個擊破。
老王拿到了第1把鑰匙，然後四眼也緊隨其後，拿到了第2把鑰匙。他們解鎖了一堆新工具，大壯拿着工具就開始砸积木。儘管他把工具用了一遍，也只是在积木牆上留下一些傷痕，並不能穿過它。於是開始第3個挑戰，四眼和老王必須吃掉積木裡的食物，才可以解鎖新工具。第1個食物是牛舌，兩個人看了一眼，果斷地放進了嘴裡。第2個食物是小章魚，老王一口塞進嘴裡，吃着很香。Oh my god！ 四眼表示这東西不能吃，主持人告訴他時間不多了，四眼只能塞進嘴巴裡吃掉了。第3個食物是雞爪，老王拿起來就放進了嘴裡，吃着還很香，讓我都有些懷疑，這老王該不會是隔壁老王吧？大壯也得到了一堆新工具，他用棒球棍試了幾下，效果還不錯，於是準備加大力度。Oh my god！ 卻弄壞了棒球棍，主持人在一旁很心痛，說這是他最喜歡的工具。於是大壯又換了一個狼牙棒，在裡面使勁砸積木，碎片到處飛。這時開始第4次挑戰，四眼和老王必須砍開木頭，拿到裡面的鑰匙，才可以解鎖新工具。比賽還剩下25分鐘，他們必須加快速度了。2個人在木頭中間使勁砍着，很快2個人拿到了2把鑰匙，大壯也得到了一堆新工具，但是時間只剩下15分鐘了。他拿着鎬頭開始砸積木，幾次發力都在同一個地方，很快中間的積木被砸空了。接着他又拿起錘子使勁錘，成功錘掉了一根鋼棒，然後繼續錘同一個地方。那積木牆就這樣被他錘倒了。他們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了挑戰，如果是你，會選擇什麼方法呢？下一個挑戰，逃出堅硬的箱子。